大家好，我是嘎嘎老师，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影片论坛，也就是跟着我看影片学唱歌的时间啦。那么今天要来看的影片呢，是热腾腾刚出炉的，前几天在香港举办的 The Mama Awards 上面的一段表演。那这个组合非常的神奇，是由 Baby Monster 来演唱 Golden， 是不是非常的令人期待呢？那这支影片发布到我录影的现在，只过了5天就已经有700万的观看次数了。你要想想看，它还不是一首正式的单曲，竟然可以有这么多的观看次数，代表这个表演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版本。那在我们进入正式的影片之前，先让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工商时间。只要不到2000元就能够拥有一支在家无限 K 歌的神器，比去 KTV 3次还划算。想要练唱更有效率，一定要有好的工具。这款 K 歌麦克风超厉害，一键就能把一般音乐变成伴奏，还能调整升降 key， 就像掌中型 KTV。Vocal cut on. I'm done hiding, now I'm shining like a butterfly。不管是聚会炒热气氛，还是自己在车上旅途中 K 歌，这支麦克风都超方便，轻巧便携，随时随地开唱。操作超简单，只要连上手机就能用，还能直接录制翻唱，快速产出高音质作品，让你的翻唱影片更专业。如果你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唱，它还支援双麦连线，2个人可以一起对唱，享受 K 歌的快乐。现在有限时团购价，单支可省600元，双麦更是省1520元，所以赶快揪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买吧！珍珠米白高贵奢华，黑色低调有质感，任你挑选。爱唱歌的你千万别错过，赶快手到去抢吧！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这一小段。第一位竟然是 Rora， 我完全被吓到了，因为在我印象中，我不记得 Baby Monster 里面有一个人的音色是这么厚的，所以他刚出来的时候，也因为他的发型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一时没有认出来，原来他是 Rora。那我们往下听，你就会发现 Rora 这一段唱得非常非常的好。第一个，他有展现出比较属于这种欧美歌曲的厚实的一个嗓音；其次，因为他是用一个比较扎实的声音去演唱，所以他的整段演唱都非常非常的稳定。那相较于后面衔接进来的 Farida 跟阿翔，其实都没有他那么稳定。我们往下听 Farida 跟阿翔的演唱。Farida 一进来就感觉声音好像变浅，有一种变轻飘飘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很替他担心，对吧？包含后面的阿翔也是。那么可以听到他的确有一小段都会跟他电的这个声音有一点点的音准差，然后又接回 Rora， 你会发现哦，又突然稳定下来的感觉，是不是 ？Rora 一进来就有种定下江山的感觉。好的，那我们要来吃主菜咯。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太轻松了？而且他的肢体也看起来完全没有那种这种挣扎的感觉，对吧？非常非常轻松。以前在讲 Baby Monster 歌曲的时候，我就说过，就是阿阳的声带非常非常的强壮，所以他要去唱非常亮的音色，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然后他的高音也很容易就唱得上去。这边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让你的高音更好练的话，一定要去训练你的声带闭合。以我的经验来说，声带闭合越好的学生，他的高音越容易去训练，所以声带闭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特质。我们之前有影片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去训练，大家去复习一下那支影片，好不好？最高音跟原曲一样是 A5，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上有人说升 key 了，没有升 key 啊，就是同一个 key。就是他这个最高音准都没有偏差任何一点，就这样子很准的唱到了 A5， 太喜欢阿阳了。OK， 我们往下听 Bridge。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这一小段。Farida 这边真的唱得太轻了，虽然说他没有唱走音，但是就是一个很薄的卫生纸随时要破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你看 Rora 现在唱这个低音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有一点厚度的音色，但是他2年前出道的时候，其实完全不是这个音色。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出道的时候唱低音会是什么样的音色。这是他刚出道的时候的音色，是不是稍微还是比较偏可爱一点，并不像现在那么厚实的感觉。同一段在5个月之前的现场演唱会，他的唱法已经不一样了。Through it all，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我觉得 Rora 这个音色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就各位粉丝帮忙转告一下 Rora， 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好不好？我觉得会让他在这个团体里面个人特色会更突出一点。我之前都说 Rora 的低音会有一点点是他的弱项，但是他一旦用这个音色去唱他的低音的时候，他的低音就变成他的强项了，就非常有特色。只是 Baby Monster 几乎其他成员都是比较偏青春洋溢的音色，那 Rora 这个比较厚实的音色呢，就会有点突兀，可能制作人要帮他们找一下怎么让 Rora 可以在他们的歌曲里面展现这种音色，但是又不会让他跟其他成员的音色很脱节的感觉，好不好？Cause we are hunters, voices strong and Farida 到这个 strong 的时候，你才觉得哇靠，有这种感觉，对吧？就跟阿阳高音唱出来一样震惊的那种感觉。包含这边的 I Believe 也是唱得非常好，但是我会觉得就会有点可惜，就直到要进副歌或者说要开始进精彩的地方的时候，他的声音才比较亮出来的感觉，前面都有一点点轻柔到他的声音快要被伴奏给吃掉。我会觉得 Farida 可能要再找一下，就即使是还没有那么高潮的地方，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还是能够被听见。 OK， 最后一段精彩的来了。
最高音到了 B5， 自己加花加上去了。OK， 那听到这边呢，其实我在做了这么多 Baby Monster 的歌曲之后，很多人在留言区会说，老师为什么他的音色对我来说有点刺耳的感觉啊？其实这个刺耳跟他的声音很强这件事情它是两回事。我们可以发现他在高音的时候都还是可以用所谓的真音直接唱上去，对吧？一路唱到这么高还是非常扎实，完全不紧绷，然后声音非常的亮，这是代表他的声带非常非常的强壮。但是他的尖锐或者说他的刺耳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子能力，叫做声音厚度，也就是说他的声音会比较偏这样子的音色，是比较偏可爱一点的。它跟什么音色很像呢？就是当你高音唱不上去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特色，就是听起来声音会比较扁一点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听到这个扁的音色的时候，你就会跟唱得很辛苦这件事情连结在一起。但阿强其实他唱的完全不辛苦，只是这个扁的音色放到高音去唱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觉得它就是一个有点刺耳的音色。其实这样的音色我们放到别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很适合，比方说青藏高原，我们来听一下。那就是青藏高好，他这个最高音的音色其实跟阿强在唱高音的时候音色是有雷同的，就是它既扎实并且还是有一点点扁的音色的时候，单听这些高音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悦耳。但是因为这首歌它是一个民族歌曲，它就是在讲青藏高原，所以你很容易合理化对对对，因为它这就是它的特色。但是当这个音色拿去唱流行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接受度并不是那么大。那大部分的歌手在遇到像 Golden 或者是说青藏高原这么高的高音的时候，通常都会用比较轻柔的高音去唱它。青藏高原我们来听一下阿妹的版本，她就是用比较轻柔的音色来唱青藏高原，你会发现这个接受度就会高很多，你会觉得也是蛮好听的，但的确就会少了那种在青藏高原呐喊的那种感觉，感受一下。那就是青藏高是不是因为大部分流行歌不需要像是在草原上呐喊，所以大部分都比较不会用到像阿强这种音色。不过我觉得对于阿强来说也是另外一个课题，就是他可以用他这个音色唱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考虑一下观众的接受度。既然他大部分唱的是流行歌，那我觉得他可以去找一下自己在高音不那么尖的音色，其实他只需要去调整，让他的声音稍微加一点点厚度就好了，加一点点的感觉去唱他的 Born to Be。 所以本来是他可以唱就比较一点的感觉。但是依我对于阿强声音控制力的认识来说，我觉得他要练出比较不刺耳的高音其实可以非常非常的快。那大家也不要太苛刻，他的这个声音本身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放在流行歌曲里面目前大家还没有这么适应。那最后还是要来跟大家宣传一下，如果你也想要练出像阿强一样这么有 power 的高音的话，一定要来找我上课。所以如果你自己在练习唱歌的过程，或者是甚至去找老师上课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的歌唱瓶颈的话，欢迎来报名声音改造课。我们都不会说一些很抽象的东西，比方说共鸣啦，比方说位置啦，完全不需要担心我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的东西。我们会给你非常明确的指示，让你能够确实做到帮助你歌声提升的一些发声练习。那么详细的课程资讯在底下连结都有，大家可以去点来看哦。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呢，记得按赞加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并开启通知的小铃铛，这样我更新影片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哦。另外，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G 或是 TikTok。那如果你加入官方 LINE 的话，还可以免费索取开嗓菜单哦。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是嘎嘎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